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顺利完成，这就让一些西方势力挤红了眼。美国不仅单方面宣布对香港中联办5名官员进行所谓制裁，还鼓动联合五眼联盟7国集团跳出来说三道四，造谣抹黑。对此，中国外交部严正驳斥称，在香港民主形势不断丰富发展、民主质量不断改善提升的时候，个别西方国家却跳出来大言不惭地就中国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民主选举表达所谓关切，颐指气使地攻击、指责香港的民主和法治。这充分暴露出他们的虚伪嘴脸和搞乱香港、遏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周一，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刚刚结束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发出恶毒批评，攻击香港新选举制度，污称香港民主受到侵蚀，破坏了香港的权利、自由和高度自治，并为那些违反香港国安法的犯罪分子鸣冤叫屈。此外，7国集团外交部长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也相继发表了联合声明，措辞与五眼联盟外长的联合声明十分相似。在五眼联盟声明发出后仅3个小时，中央各主要媒体即相继发文批驳。周一晚11时许，新华社发布快评五眼联盟的色盲与弱势。周二0点刚过，人民日报钟声与总台国际锐评几乎同时发布评论文章，五眼联盟必须收回干预香港事务的黑手，谁在破坏香港民主，五眼联盟不打自招。不到20分钟，新华社刊发特稿，为什么说这场选举不容造谣抹黑？凌晨1时左右，《环球时报》发表社评，五眼昏花，见不得香港走上正轨。这些文章正告某些西方国家和政客，外部势力再怎么瞎折腾，也阻挡不了香港特区在民主法治的大道上阔步前进。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周二中午对该声明逐条反驳，指5国做出的是罔顾事实、毫无理据的指控，目的是企图抹黑立法会换届选举。发言人指，新一届立法会议员来自不同背景及政治光谱，保障均衡参与性，候选人良性竞争，反映新选举制度的公平性和竞争性，强调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民主发展会按基本法有序依法推进。而香港国安法规定的4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定义严谨，奉公守法的人士不会误坠法网。执法部门是根据证据，严格依照法律以及按有关人士或单位的行为而采取其执法行动，与其政治立场、背景或职业无关。他说香港民主遭到侵蚀实际上还包藏着他的这样的一些不良的政治动机，也就是希望香港这样的一个政治过程还能够给他们留有操作的余地。所以我们在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之后，就让他们感到非常的不安，让他们感觉到已经没有再像以前在香港可以随意的探囊取物，随意的通过内外的联动引起香港的极端的政治现象。作为参选人，亲身经历了此次立法会选举的香港特区政府前新闻统筹专员冯伟光，周二就对深圳卫视驻港记者强调，即便是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也要結合本地民情。所謂民主受到侵蝕，就是對香港的污蔑。呢個正係顯示咗西方嗰種霸道，即係佢會覺得咧，只有佢嘅標準先係民主，唔係用佢嘅方法咧就唔民主。但係其實五眼聯盟嘅國家裏邊咧，廣義言之咧，都有佢自己英式同美式，任何嘅民主制度咧，都好似係買鞋一樣，要適合你嘅尺寸。咁佢有佢嘅特色，我哋有我哋嘅特色咯。所以我覺得根本佢哋自己都站唔住腳，純粹係對我哋一個污蔑同攻擊。在周二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表示，针对个别西方国家相互勾连，对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说三道四，对香港民主法治指手画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强烈谴责。我想强调，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没有任何民主可言，香港居民从未享有真正的民主人权和自由，但从来没有哪个所谓民主国家就此表达过关切。在香港民主形势不断丰富发展，民主质量不断改善提升的时候，个别西方国家却跳出来大言不惭的就中国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民主选举表达所谓关切。
颐指气使的攻击、指责香港的民主和法治，这充分暴露出他们的虚伪嘴脸和搞乱香港、遏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美国国务院周一还在所谓香港自治报告中污蔑中联办5名副主任削弱香港自治，并警告外国金融机构若跟相关人士有重要商业交易，将会成为制裁目标。自美国国会去年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之后，美国国务院已3次提交相关报告，累计有39名香港及中央政府官员列入美方制裁名单。不过目前没有金融机构遭制裁。一些西方国家对于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无端指责是今天记者会上的重点议题。赵立坚也一一进行了回应，他特别点出，香港立法会选举是中国地方行政区域的民主选举，而西方国家表达所谓的关切和攻击，充分暴露其虚伪的嘴脸和险恶用心。那在回答我针对美国根据香港自治法实施制裁的提问时呢，赵立坚表示，美方此举是变换名头进行的重复制裁，这样的做法不仅非法无效，也十分荒唐，令人不齿。需要指出的是，今年7月，美方借发布所谓香港商业警告，已经宣布对包括上述5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在内的7名中方官员进行制裁。中方根据反外国制裁法，对美方有关人员进行了对等反制。美方现在变换名头，以所谓香港自治法为由，对上述人员再宣布一遍制裁，这我就不明白了。这种行径实在荒唐，令人不齿。另外，针对台陆委会对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说三道四，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二驳斥称，香港特别行政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顺利举行，充分体现了爱国者治港原则，充分展现了一国两制强大活力。民进党当局之所以跳出来恶毒攻击，就是因为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现，使他们长期以来拿民主当幌子，欺骗岛内民众的嘴脸暴露无遗，使他们靠抹黑香港特区来谋取私利的骗人手段不攻自破，谎言重复1万遍还是谎言。在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历史大势面前，民进党当局拿香港说事的伎俩可以休矣。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一飞。张先生你好。五眼联盟外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声称，香港特区的民主受到侵蚀，又称希望看到香港成功。这个盎格鲁撒克逊小圈子为何不断刷存在感呢？好的，主持人。那么，如果从五眼联盟这个联盟本身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落后的联盟形式，因为第一，它是靠血缘种族来形成一个联盟的身份认同，但是其实，在古代的时候，用血缘来相互认同，这是一种在信息量很低的情况下的一个迫不得已的形式。那么第二就是他被迫要用树立外敌的方式来维持联盟的团结，因为这几个国家内部之间很难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所以这样一来的话，离他们的血缘或者种族越远的国家，同时实力和体量越大的国家，就越容易被他们树立为外部的敌人。那么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最典型的，也是对他们来说最理想的一个外部的对手。所以即使没有香港的问题，他们也会从其他的问题向中国发难。那么具体到香港问题来说，他们的依据说中国大陆政府腐蚀香港的依据，无非也就是增加了对香港的立法。但是其实如果从我们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到现在已经30多年，那如果从香港回归来看，已经20多年，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可以20-30年不增加法律、不更新法律，所以这完全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措施。在我们增加立法的同时，根本没有改变我们对于一国两制这样一种政策的稳定性，也没有改变我们对香港回归时期向全世界做出的有关自由、民主、繁荣的承诺。
对于西方一些国家老是想当其他国家的人权教师爷，那么您认为他们能够拿得到教师资格证吗？好的，主持人。其实西方式的民主只是一种政治设计而已，而且西方人自己是承认说这远远不是一种最好的政治设计。那既然它不是一种最好的政治设计，西方以外的国家和民族甚至包括西方本身当然是有权利去探索更加优秀，至少是更加符合当地发展特征的一些新的发展方式。我想这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权里面应有的内容，所以，如果西方拿自身的这个民主标准来否认其他国家的发展权，那么首先在道义上来说，这是一种非正义的行为。那么第二来说，一切政治设计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使人民获得安全和幸福的生活。我想这个应该是衡量所有政治制度的一个根本标准。那如果说本末倒置，说即使是难以实现人民的安全和幸福，也要维持某种所谓的制度的优越性，那这个毫无疑问，恐怕和制度设计者的初衷是南辕北辙的。那么以西方国家自己所谓的这个民主执行的状况来看，比如我们看西方最典型的美国，它最具活力的两类人群，它的青年人和它的中年人，都已经陷入了非常严重的危机比如说青年人，大量的在吸食毒品，而且在美国超过30个州吸食毒品是合法的。我们如果看到费城的年轻人，可能就会感到所谓的民主权利并不那么让人愉悦，而他的中年人，尤其是早年的产业工人，基本上是在袖带陷入了一种茫然无措的生活状态。既没有发现未来的工作机会，同时也在现在面临这种产业链相对断裂的情况下，生计无处着落。而美国现在给出的所谓的救济金，也许在将来会让这些产业工人进一步丧失自己谋生的能力。如果我们反过来看香港发展的情况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最近2年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香港经济正在缓缓复苏，所以，西方以自己如此的内政局面，而来指责香港未来这样的一个有前途和希望的发展状态，恐怕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好的，谢谢张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日前圆满结束，90名新一届立法会议员顺利产生。此次选举受到香港社会各界高度评价，认为是香港实现高质量民主的重要里程碑。多国人士也认为，此次选举是对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进一步落实，将促进香港未来的长治久安和发展繁荣。值得注意的是，选举结果出炉之际，国新办发表《1国2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凸显中央对于在香港发展1国2制及民主制度路线的决心，是对美西方抹黑香港新选举制度的有效反击，也为香港民主健康有序发展指明了方向。周一发表的《1国2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是时隔7年国新办发表的第2份与香港有关的白皮书，意义重大。近3万字的全文中列举了大量事实，充分表明回归以来，中央始终坚定不移、真心诚意推动香港民主制度向前发展，最大程度保障广大香港居民行使民主权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出，中央政府在完善特区选举制度下第1场立法会换届选举圆满举行后发布白皮书，是对香港民主发展的重要问题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他鼓励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及学生，仔细阅读白皮书，加强对香港特区民主发展的正确理解。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在立法会选举顺利完成后，白皮书从制度自信角度凸显香港新选举制度相比旧选举制度的优越性，显示香港民主已进入有利于1国2制实现香港繁荣稳定和长远民主发展的轨道，同时也是对西方抹黑香港新选举制度的严肃反驳。白皮书也引来各方热议。香港联谊网站称，白皮书明言1国底线越牢，2制空间越大。白皮书重申中央近来有关民主的见解，指出不存在统一的民主模式，而香港要探索的是如何找出真正符合自身需要的民主发展之路。
此外，舆论还重点议论了双普选话题。香港电台、明报新闻网等媒体均将白皮书称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为实现双普选目标创有利条件做到标题上。分析认为，双普选是中央基于香港实际情况对香港市民做出的具有最大包容性的政治承诺。但双普选的大前提是一国两制是有不可突破的底线的。这样一个选举过程给了我们一个反馈，一旦我们把这个国家安全这样一个基本底线构筑牢之后我们完全可以展开更加充分的这样一个政治竞争。通过这样一个探索和实践，在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双普选的目标应该说也可以逐渐的提上日程也就是说，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道路应该会继续的向纵深走下去。白皮书的发表正值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结果出炉之际，地方选区功能界别及选举委员会界别共90个席位全数出炉。香港中联办周一发表声明称，这次选举再次彰显新选制的进步性、优越性，是有香港特色民主的一次成功实践。声明表示，新当选议员的构成多元、均衡、专业，五光十色、焕然一新。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脸书上写道：“未来4年是香港赶路的4年，是关键的建设期，相信所有议员能同心同德，为国家和香港的进步竭尽所能。”还有港媒评论说，这是新选制下的第一场立法会选举，选制不同，议席不同，选区不同，面临种种不确定因素，再加上反中乱港势力的极力抹黑与破坏，选举能否顺利举行面临不少质疑。但选举结果说明，一切忧虑都是多余的。这一场选举堪称回归以来最为成功的一届。香港大公报评论指出，选委会40议席不仅仅是约1500名选委选出来的，而是体现了选委背后整体港人的共同意志与愿望。选委会界别选举竞争激烈，投票率高达98%，缔造了历史。选委们认真履职尽责，选贤举能，充分彰显了新选举制度优越性、进步性和活力，有力地提升了香港民主发展的质量。国际舆论也高度关注此次香港立法会选举。委内瑞拉新兴经济体发展高等研究中心学术研究主任路易斯·德尔加罗说，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选民参与积极性很高，新当选立法会议员的组成具有广泛代表性。此次选举是对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进一步落实，有利于全体香港民众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长治久安。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说，这次选举显示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日益成熟完善，民主气氛非常浓厚。乌兹别克斯坦政治评论员图兰拜库尔班诺夫表示，完善后的选举制度让反中乱港分子出局，重塑了香港的政治格局，选举进一步确立了爱国者治港新秩序。德国之声在报道中援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林大伟的话称，在新选举制度下，香港特区政府将把重心放在民生问题上，解决长期的住房短缺及房价高企等问题。林大伟预期，香港特区政府会在爱国教育等方面多下功夫，并促进香港与大湾区的经济结合。新当选的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议员将于明年1月3号宣誓，并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议员监誓。特区政府会在仪式后公布宣誓有效的立法会议员名单。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宣誓具法律约束力，宣誓人必须真诚信奉并严格遵守法定誓言。若做虚假宣誓或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的行为，需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另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林郑月娥周一晚至周四赴京述职，向国家领导人汇报香港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最新情况。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在立法会选举结束之后，立即赶赴北京进行述职一个是常规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另外一个呢，也是在经历了这么多重大的这些事情之后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那么他要向中央的领导报告，在国安法实施之后，在新选制落实之后出现的新气象、新的局面，要向中央做出
全面的报告。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香港新一届立法会的90个议席已全部产生，这是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的又一次重要选举实践。那么，管先生，您对于这场选举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意味着呢，香港在国安法落地实施、完善选举制度之后迎来的一场重要选举，也就是香港立法会选举，也已成功落幕了。当然呢，要在这里向所有的胜选者祝贺，他们呢将作为新一届立法会的议员，作为香港治理团队的重要一环，来书写一国两制之下爱国者治港的香港民主新篇章。那么期待呢，他们能够扮演好政府监察者的角色，不负国家的信任，不负香港选民的托付。但是呢，要强调，另外63位参选落败者，他们呢也不是输家，同样也应该祝贺。他们呢是香港优质民主的缔造参与者，是躬身入局者。特首林郑月娥赞赏所有候选人的努力，强调无论胜败，他们呢都在积极参与选举工程，在认真比拼政纲，努力争取支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153位候选人，他们呢都是赢家。这次香港立法会选举，媒体舆论最常提到的一个关键词是新气象，五光十色的选举新气象。那么正在也必将继续凝聚香港社会的政治共识与行动力。那么它所指向的当然是香港由治而兴的共同愿景，是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社会的全面繁荣与稳定。那么同样具有指向意义的是，新一届立法会选举成功进行，实际上也是广大香港的选民对改革完善后的香港选举制度投下的信心票，是对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未来投下的信心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以4性，也就是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公平竞争性来阐释总结改革完善后香港新民主选举制度的特点和优越性。那如果我们把这4性作为评估的指标，那么这一次香港新一届立法会选举确实呢是要打高分的。以美国为首的所谓五眼联盟国家，针对香港这一次的立法会选举发出所谓严重关切的联合声明。那么这是美国等美西方国家他们再度粗暴干涉香港内政的又一次的无理行径。那么当然呢，这样的行径也必然会遭到破产的下场。在分区直选界别胜出的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新选制展现优质民主。那么在您看来，香港优质民主对新一届立法会议员们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这是一个好问题。那么相信这也是李慧琼们一直在深入思考、致力回答的大问题。如何评价民主不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之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我在节目中也曾经评论指出，所谓台湾4大公投聚焦的核心是食品安全问题，是能源安全问题。但是呢，民进党一通操作猛如虎，投票议题完全被政治扭曲操作掏空异化了，终至4大公投4大皆空。那么结果呢？闹哄哄公投过后，执政党在野党都在盘算政治收益，莱猪问题被抛到脑后，老百姓餐桌的这个放心肉问题仍然无解。我想这就是劣质民主实践的典型案例。美国前总统林肯强调民有、民治、民享，所谓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但是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学者斯蒂格利茨就猛烈批评，现在美国式民主服务的这个民呢，已然是美国人口塔尖上的那1%，所谓 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 这当然是劣质民主的又一面目。虽败犹荣的候选人潘卓宏，他确实直言敢言。他在接受执新闻采访时强调，自己对官员很凶狠，香港一个局长的薪金和待遇，甚至呢会比有一些小国的总统还要高，所以做不好就要走人。
那么现在呢，内地官员表现不好就会被换掉，所以呢，他大声疾呼，香港再不发力，慢慢就会落后。不是人家边缘化我们，而是呢我们边缘化自己。实际上，我们如果放到全球范围来看，恐怕香港立法会议员他们的薪金和待遇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实践优质民主，实践全过程的优质民主，新一届立法会议员们确实要对自身有更高的标准与要求，因应政治改革带来的新气象，进一步来提升议事水平，致力构建更加健康的行政立法关系，来促进香港的良政善治。总书记当年在香港告诫苏州过后无挺大，包括新一届立法会成员在内的香港治理团队，他们呢都要有这种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日，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穿越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展开远海训练。日方罕见派出出云号准航母跟踪，而台媒则注意到，解放军航母进入太平洋，正逢美国航母在该区域处于空窗期。此外，辽宁舰穿越岛链，恰逢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服役2周年，人们也在期待2艘国产航母何时能够双舰合璧。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上周五晚通报，海上自卫队2天前在距日本长崎男女群岛以西约350公里的东海海域发现中方航母辽宁舰在055型驱逐舰南昌舰、054A 型导弹护卫舰日照舰，还有901型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护卫下向东南方向航行。之后，编队前出宫古海峡，航向台湾岛以东的西太平洋。在这过程中，辽宁舰编队进行了舰载直升机和舰载战斗机的起降训练。解放军海空军的日用摄影师日本防卫省照例发布中国舰载机从航母起飞的照片。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已完成航母化改造的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和秋月号导弹驱逐舰，以及 P1 和 P3C 巡逻机等兵力监视侦察。根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另一份新闻稿，辽宁舰穿越宫古海峡的前一天，解放军052D 型导弹驱逐舰厦门舰也同样穿越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分析认为，它很可能也是辽宁舰航母编队的一员。事实上，这已经是辽宁舰航母年内的第2次远海训练。4月展开第1次远海训练时，也是走的宫古海峡。当时，中国海军发言人高秀成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湾附近进行年度演训，这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而中方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跨区机动，航经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到南海相关海域展开训练，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因为往常啊，这个可能日本就派他自卫队的一艘驱逐舰呢，或者是其他的舰艇跟踪监视就可以了。但是这次呢，由于这个辽宁舰呢，它是一个编队，特别是它跟了这个综合补给舰901，因为901呢，它可以给航母还有其他的就是水面舰艇进行补给，那它可能这个航程就比较远。那么如果日本派一般的这一艘驱逐舰跟踪的话，很有可能你都没法就是全程的跟踪监视，因为你的油料可能不够，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航母编队到底进入太平洋以后会航行几天，会到哪个方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航线。台湾联合报的文章称，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上周穿越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或在台湾岛附近的西太海域及南海开展例行性演习。而这次演习时机正值美国派驻在太平洋的航母不是航行到印度洋，就是返回母港过圣诞节和新年之际，这意味着美军在西太海域再次出现航母真空。从航线来看，辽宁舰编队远海训练区域包括台湾岛东部的太平洋海域。近日恰逢中国的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成军2周年，有分析就认为，未来中国在西太海域将形成双航母编队格局，可以威慑阻止外部势力对台湾问题的军事介入。其实啊，这个双舰合璧已经存在了，就是现实中，因为我们2艘航母都已经交给人民海军了，而且都在加紧训练啊，形成这种作战的能力。那么2艘航空母舰，也就是一起训练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难度并不是很大的，因为这个它和一艘航空母舰啊，就是出去训练，它也要搭配相应的这些水面舰艇、潜艇，包括这个起降飞机。当然，就是2艘航母同时呢进行这个训练的时候，它的这个飞机起降的频度会更高，使用的啊就是这个效率啊，因为它毕竟是2艘航空母舰啊，也就作战的效能
会更高。值得注意的是，日方罕见派出出云号准航母尾随辽宁舰航母战斗群，有海外媒体以中日航母首次同框为题进行报道。出云号刚刚完成航母化改造，并且通过了美军的 F-35B 起降认证，但舰载机 F-35B 尚未到位。有观察指出，日方派出准航母进行追踪确实罕见。出云号满载排水量达 2.6万吨，用如此大型水面舰追踪解放军航母编队，从技战术角度来看，并非最佳选择，很可能是不想在气势上输给解放军航母编队太多。尽管有些日本军事专家自我壮胆宣称，出云级只要配备12至16架 F-35B 就能对中国搭载24架歼15的航母占据上风，但关键是中国航母排水量大，配备的机种齐全，未来完全可以独立作战。而日本的轻型航母恐怕只能跟班美军才能参加实战。另一方面，中日也在加强在海洋问题上的磋商和联系。周一，第13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以视频方式举行。磋商由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和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健裕共同主持。双方一致同意，着眼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全面落实近期两国领导人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和4点原则共识，妥善管控海上矛盾分歧，持之以恒推动务实交流，增进涉海人员交往互动，切实维护海洋安全稳定，将东海打造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好之海。中日双方还达成6点共识，包括充分肯定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对接验证取得的积极进展，确认将签署相关技术协议，力争实现线路尽早开通。双方同意继续开展防务交流。中方还重申了在钓鱼岛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敦促日方切实尊重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采取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并就日本在东海、南海采取的影响海空安全的消极举动表达了不满。对日方在台海问题上的错误言行进行了交涉，强调坚决反对外部势力介入台海，要求日方谨言慎行，避免影响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还再次对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计划表示关切和反对，敦促日方审慎处理福岛核污染水问题。另据日媒报道，近日一份由日本自民党内的反华议员团体抛出的所谓日本国会抵制中国决议案，因为获得首相岸田文雄的批准而胎死腹中。首相官邸称，在当今这一敏感时期通过这一决议，将会给日中关系带来重大冲击。而作为自民党实际负责人的茂木敏充干事长也拒绝将这一份决议案作为党的决议案递交国会。根据日本国会的相关规定，需要国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的决议案，只能由内阁或政党提出。议员组织没有资格直接呈交国会。值得注意的是，炮制这一议案的人包括前首相安倍晋三、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久等人。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辽宁舰南下遭遇日本准航母伴随，那么吴先生您如何看待中日航母首次同框的情况呢？航母虽同框，但含义却不共情。我的看法，从差不多10年前大辽入列算起，东进南下航程可谓常态。瞧，13年11月26号到14年的1月1号，大辽就展开过为期37天的科研试验。此后的公开报道里，11、2月的南下报道就屡见报端，大家都习以为常，倒是对航母编队的扩容印象更深刻。有人说，10年前不变的大辽犹如一位光彩的主角，在他的身边乃至他的身上点缀起越来越丰富的作战元素，从新军舰到新飞机再到新部队，形成了充满生命力的海军远海作战体系。我最想说的，既然是条龙，就必须到大洋深处去游泳。如果说大辽南下的活动是照例行事，那么日本准航母来凑热闹就有点不怀好意了。众所周知，出云舰刚完成了第1阶段的上载 F-35B 飞机的改造，就急吼吼的带着海自的一帮徒子徒孙跟在我们身边跑一圈。军事上的练手和外交上的斗气其实是都有考虑的。首先来说军事上的练手吧，出云从准航母向真正航母化的转变，体现了日本防卫政策的外向野心，特别是在日美安保同盟的框架内，美国要让日本分担海上责任，充当边外第7舰队。像这次出动的出云，它未来要搭载 F-35B， 以及这次
搭配海自的其他舰艇飞机，就能变成美国所谓的闪电航母角色，也就是利用 F-35B 的短距起降、机动灵活的特点，让它既能起降在正宗航母上，也能降2栖攻击舰，甚至干脆是盟国的舰艇或者离岸小岛，就像闪电一样，让对手找不到规律，从而灵活出击，增进美国及其盟友在西太的坏反能力。按照美海军陆战队的说法，这就叫做分布式前进起降作战，缩写叫 DSO。 可以说，出云此行也是在试水温，看看自己究竟能耐有多大。外交上呢，出云南下，也跟美国虎头蛇尾的布林肯东盟访问前后脚，体现了美国的印太战略下，日本乐意分担美国的防务责任，企图搅所谓南海航行自由浑水的意图。我注意到，日本最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就公开污蔑中国军事缺乏透明度，妄谈中国在东海、南海通过实力改变现状，颇有与美国携手对抗的味道，并以实力来煽动东南亚国家随之起舞。我举一个细节，早在19年的6月，出云就故意绕停文莱的穆阿拉港，而不是经常去的马来西亚的巴生，特别是他故意停在中国主导开发的商务码头上。时任日本防相的河野太郎露骨地把出云的停靠定义为战略性停靠，说什么此举有利于牵制中国进行军事部署。由此可见，日本的竞争心理是多么强烈。我们还注意到，中日举行第13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发出妥善管控海上矛盾分歧、推动务实交流的声音。那么，您如何看待未来中日海洋关系呢？对日交往，我们要注意警惕请君入瓮的风险。仔细看日本对华竞争、合作、共存的态势，可以发现他的心思里有强烈的投机成分。简单说，就是日本有意利用中美当下偏重竞争的关系，不是从缓和与沟通的角度，而是从煽动与刺激的角度，希望绑定美国，围堵中国。但本质上，日本是借助美国的力量，想乱中取利，实现所谓的普通国家化。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的对日方略，那就是绝不给对方投机取巧的机会，但也在原则之下开展必要的管控、沟通乃至合作，稳定中日关系大局。正是这一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中日海洋事务磋商得以举行，而且是跨部门磋商。我注意到，自从今年2月中国通过海警法后，以岸信夫为首的日本军政高层就在钓鱼岛等等问题上接连发声，像岸信夫甚至提出过要求自卫队遇到中国海警船时不承认海警法及其赋予中国执法者的权利。咄咄逼人之势显而易见。但这一次，日本不光海上保安厅，连防卫省也参加了高级别磋商，也就防卫部门海空直通电话对接验证、海警部门打击犯罪等等都达成了共识。这说明他们无法忽视中方在钓鱼岛等主权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即便自己再有动作，但如果进一步采取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不仅现在的筹码保不住，就连今后继续与中方周旋的空间都没有了。还是那句话，日本保守势力是非常在乎实力的，特别是日本的好些所谓反华政客，其实并不在乎什么长远战略目标，重要的是通过某些姿态可以获得当前的政治利益。对于这种既算计你又需要你的情况，我们要对自己的实力效应、利益边界还有长短期利益平衡要有充分的认知，这样才能在既要备好美酒又要备好猎枪的文武两手中保持主动。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